各位健康之道的老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一件家常小事，往存折上加儿女名字，办联名账户。很多朋友图省事，或是想提前安排财产，觉得这样既方便子女，又省了以后的麻烦。如果您正这么想，或已经做了，请务必停下来听我说。在2026年的今天，这看似聪明的办法，很可能是个掏空养老本的大坑。您充满亲情的签字，在税务和银行眼里，就是白纸黑字的财产赠与，仅仅一个签名，就可能引来高达本金20%的补税单。更危险的是，一旦成为联名账户，这笔钱的安全锁就交出去了，它可能因子女生意欠债被法院冻结，也可能因子女婚姻变故被分割。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许多家庭血淋淋的教训。健康之道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家，咱们一起学习守住健康和财富。如果您觉得这话在理，请点个关注，按下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这样一有银行新套路或养老陷阱，我就能及时提醒您。也请您点个赞，让更多老哥老姐看到，咱们抱团取暖，稳稳当当的过好晚年。好了，咱们直接切入正题。为什么我说加个名字就是送钱出去呢？这好心怎么就办了坏事呢？这里头的关键就在于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想法，跟银行、跟税务局那套冷冰冰的规则，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咱们心里头，那存折是咱们的，里头的钱是咱们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血汗钱。我把孩子的名字加上去，不就是给他一把钥匙，让他能帮我跑跑腿，取钱吗？这房子的主人还是我啊，钱当然还是我的。可您知道吗？在法律条文和银行系统的定义里，完全不是这个理。联名账户这4个字，核心就是共同持有。当您在银行柜台签下那份变更协议，把子女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户主栏旁边的时候，在法律上，您就等于公开宣布，这个账户里的钱不再是我老张一个人的了，是我老张和我儿子小张2个人共有的了。而且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法律通常就默认这账户里的钱一人一半。这意味着什么？我给您算笔账，您就明白了。假设您那存折里有100万养老钱，您把儿子名字加上的那一瞬间，法律上您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动作，无偿赠送给儿子50万人民币。在过去啊，可能信息不联通，监管也没那么严，这么操作了也没人立刻来找您。但现在是2026年了，全球都在推进税务透明化，咱们国内的金税系统也进化到了非常强大的阶段。银行里但凡有点大额的资金变动，或者账户所有权发生了变化，这些数据瞬间就会同步到税务部门的大数据库里。一旦您这个加名动作涉及的金额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每年免税赠与的额度，税务局的电脑系统立马就会跳出警示灯。等将来某一天，您或者您孩子要去动用这笔钱，或者因为别的原因要处理这个账户时，税务局的核对通知可能就随之而来了，要求您或者您的孩子为当初那笔隐形赠与补缴税款。那个税率说出来可能让您心头一紧，根据金额不同，最高能达到20%甚至更多。您想想看，咱们本来是为了省掉将来可能有的比例更低的遗产税，结果呢，人还好好的，钱还没开始花呢，就先被迫切走了一大块。这冤不冤枉？这口气堵不堵得慌？我认识的一位老前辈周老爷子就实实在在的吃了这个亏。他早些年卖掉了一套单位分的老房子，手头有了300来万现金。老爷子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有些小毛病，想着钱早晚是独生女儿的，为了让她以后方便，就直接去银行把女儿的名字加到了存折上，办成了联名账户。结果您猜怎么着？过了大概1年多，女儿突然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后来又收到了书面通知，要求他们对这笔财产赠与进行说明，并限期补缴相应的税款。周老爷子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拿着那张通知书，手抖得跟塞康似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我乐意给我闺女，怎么还要交这么一大笔钱给国家？但法律就是法律，他不讲人情，不懂法，并不能成为不交税的理由。最后一家人折腾了好一阵，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凑钱补税，前后搭进去好几十万。周老爷子后来跟我念叨，说那笔钱够他吃多少年的降压药、保养药了。
真是心疼的好几晚睡不着觉。如果说补缴税款还只是让咱们破财，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风险，那才叫要命。它可能直接动摇咱们晚年的生活根基，那就是连带债务风险。这个风险比税务问题更隐蔽，杀伤力也往往更大。很多老友啊，只想着儿女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100%信得过，却忘了儿女们也是在社会上闯荡的独立个体，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也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和风浪。当您把孩子的名字加到您的存折上时，这笔钱在法律层面上就正式成为了您孩子名下资产的一部分。既然是他们的资产，那么当他们遇到经济困难，在外面欠了债，被人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的时候，这笔钱自然就进入了法院执行财产的视线范围。您不妨在脑子里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您儿子因为创业失败，或者帮人担保，背上了债务，债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一查，您儿子名下有个联名账户，里面有不少钱，于是啪一下，这个账户就被冻结了。这个时候，您可能正好有点不舒服，拿着这个存折想去银行取点钱看病买药，柜台工作人员却一脸歉意地告诉您，阿姨，对不起，这个账户已经被司法冻结，无法办理任何支取业务。您当时会是什么心情？肯定是又急又气。您会跟银行理论，这明明是我的养老钱啊，是我退休金一点点存起来的，我儿子从来没往里存过1分钱。但是老朋友们，到了法庭上口说无凭啊，只要银行账户的户主名里白纸黑字有您儿子的名字，债权人和法院就有充分的权利要求冻结并划拨这里面属于您儿子的那份资产去偿还债务。到头来，您不仅没能帮到孩子渡过难关，反而把自己的养老堡垒给搭了进去，这就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人负债，全家背锅。除了债务这个无妄之灾，还有一个让很多老人家难以启齿但又真实的残酷的风险，那就是婚姻风险。咱们得面对现实，现在年轻人的婚姻不像咱们老一辈那么稳固，离婚率高居不下。如果您把儿子的名字加到了存折上，那么这笔钱理属于他的那一半，在法律上就成了他名下的财产。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咱们谁也不希望看到您儿子和儿媳的感情出了问题，走到了离婚那一步，在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儿媳那边的律师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个联名账户中属于您儿子的那部分资金是在他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或者资金发生了混同，应当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您想想，您辛劳一辈子，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原本是想留给自己骨血的钱，就因为当初加了一个名字，结果可能要被法律强行分走一部分给已经不再是家人的外人。这种哑巴亏吃到肚子里，那是真苦，苦到心里发颤。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就因为财产分割不清，老人觉得憋屈，儿女觉得为难，亲家之间反目成仇，最后老人气得住进医院。好好的一个家弄得鸡飞狗跳，亲情消散，这难道是我们设立联名账户的初衷吗？绝对不是啊。说到这，我相信很多老友已经听得后背发凉，手心冒汗了。本来只是想图个省事，给孩子行个方便，哪知道这平静的水面下竟然藏着这么多吃人的暗礁。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咱们就非得自己硬撑着这把老骨头，颤颤巍巍的一趟趟跑银行吗？难道就没有一个既能让儿女帮上忙，又能让咱们自己完全放心的办法吗？当然有。老蔡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真正靠谱的避雷针，操作起来也不复杂，让咱们既能享受到亲情带来的便利，又能把财产的掌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让税务局找不到茬，让债主伸不进手。第一招，也是我最推荐最专业的一招，叫做办理授权代理。大家去银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开口就说我要给孩子加个名字，您要非常明确地告诉柜员，我要办理账户授权业务。您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里面的区别可是天壤之别。办联名账户是您把财产的所有权分出去了一半，而办授权代理只是您把账户的使用权临时委托给了子女。这就好比您家的房子，您给了子女一把备用钥匙，他们可以拿着这把钥匙帮您开门、打扫卫生、取放东西，但是这房子的房本上
业主大名依然只有您自己一个人，谁都改不了。在法律上，这笔钱100%完完全全属于您个人。既然钱压根就不是子女的资产，那么税务局凭什么认定您是赠与呢？自然也就谈不上让您补税了。同样的道理，既然这钱跟子女的个人财产无关，那么哪怕子女在外面欠了再多的债，或者婚姻出了什么问题，法院和债主也绝对没有权利来冻结、查封您这个账户，因为法律上这钱跟他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就等于给您的养老金账户穿上了一件刀枪不入的金钟罩，不管子女那边是刮风还是下雨，是债务纠纷还是家庭变故，这把火都绝对烧不到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来。其实办理这个授权特别简单，您只需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存折或者银行卡，再带上您要授权的那个子女，一起去银行的柜台填写一份专门的授权委托书就可以了。在这份委托书上，您可以非常细致地设定授权的范围和权限，比如您可以规定子女只能取款，不能办理转账、销户这类核心业务。您还可以设定一个单日或者单次的取款最高额度，比如一天最多取5000，这样既能满足日常需要，又能有效控制风险。最关键的是，这个授权的生杀大权始终握在您自己手里。如果有一天您觉得不太对劲，或者子女的表现让您不放心了，您完全不需要经过子女同意，自己一个人就可以随时去到银行，单方面取消这份授权，把那把备用钥匙收回来。您看，这主动权，这安全感，是不是比联名账户那种开工没有回头箭的做法要踏实得多？这才是咱们老年人处理财产时该有的智慧和定力。第二招叫做专款专用，约定转账。如果您觉得办授权手续还是有点麻烦，或者有别的考虑，也可以采用这种更灵活、更日常化的方式。它的核心就是不要图省事，一次性把大笔钱转到子女名下，或者干脆加名字，而是用多少转多少。当您需要子女帮忙缴纳水电煤气费、物业费，或者需要他们帮忙买药、支付一些生活开销的时候，您通过手机银行或者去银行柜台定期定额的给子女的个人账户转一笔钱过去。但是请注意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您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在备注或者用途那一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上这笔钱的用处。比如您可以写上本月生活费、代缴住院费、购买药品等等。同时最好也让子女养成习惯，保留好相关的缴费凭证、购物小票或者发票。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让您的每一笔资金流出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万一将来某一天，税务部门因为频繁转账而来询问，您可以非常坦然、理直气壮地拿出这些证据，说明这不是无偿赠与，而是用于我本人日常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合理开支。通常来说，这种小额、高频用于赡养老人的资金往来是在合情合理的免税范围内的。这样一来，您既解决了实际生活中需要子女代办花钱的问题，又完美地避免了大额资产一次性转移所带来的税务嫌疑和法律风险，可谓一举两得。第三招，如果咱们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安排身后事，为了让财产顺利、无争议地传承给子女，那么请一定采用最正规、最受法律保护的渠道，那就是预立遗嘱或者大额存单指定继承。很多老人家加名字，深层想法是为了避开身后复杂的继承手续，或者省掉一点遗产税。其实您知道吗？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才是最能准确体现您个人意愿、法律效力最强的传承工具。您可以在自己头脑清醒、身体健康的时候，选择去公证处办理一份公证遗嘱，或者咨询律师制作一份合法的自书遗嘱，在里面清清楚楚地写明我名下某个银行的哪个账户里面的存款由我的哪个子女来继承。现在很多银行也提供遗嘱信托或者遗产管理人相关的咨询服务，您也可以向您的客户经理详细了解一下。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进行的财产传承，虽然可能会产生一些必要的手续费或者咨询费，但它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格保护和全家人的安心。咱们千万不要为了省下眼前那一点点看似麻烦的手续费，就去走联名账户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野路子，最后很可能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引发家庭大战，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攒下的钱是熬过的夜，省下的心血更是晚年安稳的底气。爱孩子固然没错，但毫无保留地交出财产大权，可能助长依赖，埋下隐患，反而害了孩子，毁了自己安宁。如今时代不同了，金融监管越来越严，过去觉得没事的做法，现在可能就踩了红线。咱们得跟上时代，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紧紧握住财产的所有权。这不是自私，恰是对家庭负责，对儿女更深层的关爱。只有咱们自己把财务理得稳妥，不给孩子添负担，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请您静心想一想，家里的存折、银行卡有没有联名的情况？如果有，请别再犹豫，尽快带上证件去银行咨询，将账户安全拆分或转为授权代理模式。现在的一点麻烦，是为了换来长久的安心。也请您把这份提醒当作礼物，转给老伴，夫妻同心守护家底，转给亲友，提醒大家别踩家民的坑，转给儿女，让他们理解父母的苦心。真孝顺是帮父母用安全的方式管好钱，让父母晚年无忧。别让一片好心酿成晚景凄凉，也别让一生积蓄成为亲情的裂痕。如果您觉得这番话有点用处，请在评论区打出稳稳幸福，互相提个醒。如果您有类似经验或妙招，也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话或许能帮到别人。我是老蔡，一个真心想为大家保驾护航的老朋友，愿咱们一起看清金融世界，把身体养好，把日子过稳，安安康康，共享天伦。感谢收看，下期再会。